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一场中日大战，我们要来看到在钓鱼岛这边也是全面爆发吗？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是全球最强的雷射武器会做一个对决，中日之间我们会来看到的是燎原1跟飞鸟号来做一个 PK。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福建号穿越台海的目的是为作战预做一个预演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包括第一个问题：钓鱼岛会先开火吗？大陆的海警已经30天了，巡航钓鱼台是警告日本，还是准备接管，随时会做开火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谁比较强？日本它的飞鸟号对上中国大陆的燎原1，算是一场军备的竞赛吗？还是已经被全面碾压了呢？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福建号，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这个目的为何？是在为下一场战争预做铺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逼近一场比较极度危险的红线。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资显示，大陆的海警连续30天了，都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做一个常态性的巡航，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巡逻而已，宣告的是常态化、军事化、长期控制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也有学者特别就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恶化，接下来的军事摩擦第一枪，他认为发生的地点就会是在钓鱼岛。3个原因，为什么钓鱼岛容易发生冲突？第一个，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张拥有钓鱼岛的一个主权，所以呢，主权争议清楚，他国也会极难的介入。第二点是钓鱼岛台的位置，它离日本本土又比中国大陆还要更远，日方长期的巡航执法的难度确实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最后是关于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川普到现在都没有亲口承诺安保会涵盖在钓鱼岛的位置上面。不过也有学者他认为说，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陆做交易，他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更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礁石跟习近平交恶。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钓鱼岛是为何目前被视为是中日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第一战场？中国大陆的海巡已经连续巡航30天，在这附近向日本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对，我想我们在先前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了哦，就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让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说，从高市当时的失言风波之后，你就会看到北京政府对内跟对外哦，几乎已经是展开全面的大内宣跟大外宣，然后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停歇的状况哦。就是我才刚从上海回来。就除了前2天这个新闻都在报黎智英被这个判有罪的新闻以外，除此之外，几乎每天的这个重点新闻一开始都先骂高市大概20分钟。所以当你看到北京政府对内哦用这么高规格的大内宣的时候哦，你就可以强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这件事情善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等于是煽动了整个中国14亿人口的民族情绪了。就是如果曾经去过这个大陆或者常去大陆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说，我说过嘛，你在大陆哦，你每天晚上打开那个连续剧，它的卫视哦，大概有10几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样的抗日哦。然后呢，怎么对这个日本的伪政权啊，怎么在上海进行这个间谍的行为哦，几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电影院演什么？他们前一段时间才演完731部队，接着演南京照相馆。就这些电影，连我进去看了，我都会掉泪了，我都实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进去看了。可是当你想到他的电影院放的是这个，他的电视台演的是那个，然后呢，整个国内的大内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这就代表说，
恐怕不是高市几句试图要转圜的这种退让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说高市有没有试图转圜？他有，但是呢，他讲的不明确，所以呢，他承认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的问题，日本不应该介入。这个什么台湾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这些是高市讲的。可是尽管高市这样讲了，北京还是不买单。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这个事件上愿意全面的收回而且更正。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态势持续的升高，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有没有可能？极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经讲过了，这位学者讲的跟我讲的几乎完全雷同嘛，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主权纷争的。就你现在看到泰缅打成这个德性，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可以介入帮泰国或帮缅甸吗？它就是一个主权纷争啊。主权纷争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发生，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其他的国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权是这个属于你的，否则你要介入实在是太难了。那更不要提到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试图要给日本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又必须师出有名，不能够背上这个侵略或者是率先攻击这样的包袱，那么钓鱼台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好，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中方的动作，就是在钓鱼台这边连续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它一方面也持续的是在升高冲突嘛，因为它现在目前是在琉球离岛，也就是日本这个所称的冲绳部署了雷达的部队。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达部队之外，它还高调释出它的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飞鸟号，搭载100千瓦的一个雷射武器。那中国大陆今天我们说会做一个 PK 嘛？大陆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统，它现在目前性能是比较明朗的。我们看到这个表格目前来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数字。那日本没有公布，那它的性能还包括5秒内可以熔毁超音速的飞弹导引头，所以我们特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日本把它的雷达跟雷射部队放在冲绳离岛，会对解放军造成什么样子的压力吗？另外2款的武器飞鸟号跟燎原1的差距，谁还是这个海上海战规则的最强王者？将军怎么看？我们先不要讲说对空射击，我们讲水平射击好了。我想华干当过兵，一定有这个印象。我们都教兵，你归零175公尺，归零完以后，如果目标出现在300公尺，你要瞄准的是敌人的头部来做射击。为什么瞄准头部呢？因为你打出以后，那个子弹是受地心引力影响，它是一个抛物线，到达175是在交汇点，然后过了175之后，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对空射击那更难了。以前我曾经打过，我带部队曾经对空射击过。你不要讲说打飞机了，光打一个气球，我们一个全连打了半天，打了这个数千发子弹，那气球都没打破。为什么？因为子弹飞出去，它是一个抛物线的。那如果气球在动的话，你还要算它前置量。你说无人机来讲的话，正面飞行、侧面飞行、45度的飞行，那个算的前置量都很难哈。那子弹飞行它有一个它那个初速跟它的这种距离有关嘛。你如果越远，它子弹飞的时间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现在好了，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舰艇或对各种无人机的武器射击来讲的话，如果用传统的弹药哈，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还有抛物线，你都要整个考虑在里面。所以通常都用雷达、用电脑来计算这个枪口要瞄准目标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是用雷射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雷射它是属于直线的，它不会有抛物线的问题。那它直线来讲的话，它速度又跟这个光速一样快，所以你可以说瞄到哪里，它就打到哪里。我们以一个舰艇来讲，一个舰艇最后一道防护，我们都知道，在美军体系来讲，我们叫方阵快炮哈，这个防护的距离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达扫描之后，一阵这个速度很快的打出一个弹幕出去，让你的飞弹来撞到这个弹幕上面。那这个解放军他们用的是1130快炮哈，但是这些毕竟是弹药，那你的距离射程有限，因为你子弹的射程受限于这个，所以现在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个，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线，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军在这方面来讲，
它已经有很长足的进步，而且已经用在实战方面了。我们不要讲这是燎原1号，我们讲之前它卖给中东沙特的叫做极尽狩猎者，就是一种激光武器。因为沙特那边经常受到这个也门组织，他们用无人机骚扰他的油田，所以他为了打这个无人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极尽狩猎者激光武器来打。但激光武器极尽狩猎者在那个时候，因为受到沙漠这沙尘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道光嘛，这光如果说碰到风沙或者是云雾或者雨水等等来讲的话，它的效能就会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继续后面的研发以后，他发明了所谓燎原1号。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数据，如果跟日本的飞鸟1号比较起来的话，它300 kW 对100 kW， 那功率越大，代表一个就是它射程可以越远，可以射程越远。那它目前来讲是说20公里。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日本飞鸟1号100千瓦的话，大概我想最多就是这个6到8公里左右，按照这个比例。第二个来讲的话，瓦数越高，它销毁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会越快，它就是将你的弹头溶穿烧毁掉。那按照燎原1号，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准一颗导弹，将它烧穿大概要5秒钟，它一直盯着它，一直这样，然后大概烧5秒钟，将它烧毁掉。那日本的这一款这飞鸟号上面来讲，如果说是它功率不高的话，如果说是要超过10秒钟以上，你才能够将弹头烧毁的话，那你就很可能脱锁，你就不见得会烧毁。那除非说是这颗导弹距离你的距离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将它销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燎原1号为什么优于日本的飞鸟1号呢？因为它已经实战部署了，它已经摆在它的07这个2栖登陆舰上面这个叫做四明3号。那各位可能很有趣，为什么摆四明3号？为什么不摆更强大的055福建舰这些军舰？因为四明3号07是船坞登陆舰。那船坞登陆舰你知道吗？它在登陆的时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谓的换乘区，就是大船换小船的地方。它会在那边停留时间很久，而且它这个周波的时间距离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来讲，会被守备部队来讲用无人机攻击的距离。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在那边停留时间长，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备部队用这个火炮对你来攻击你不能说停到那边马上就走，你很难闪躲。你又在那边停到所有大船换成小船，所以我觉得这种武器放在四明3号，它当然就最符合它实战的需求，因为这条军舰要在那边做2栖登陆，它可能要在那边停上1个钟头。那在这种状况，遭受到无人机或者导弹的攻击几率会最大，而且它的距离岸边的距离又最近。这时候如果说它有这种燎原1号这种雷射的武器，可以对它做最后一道的防护来讲，不管是对导弹或者是说这个无人机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护效果。所以解放军已经实战部署了。那比起日本来讲，现在还是实验的阶段。那我觉得说是燎原1号应该是略胜这个日本的飞鸟号一筹。好，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就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个性能上面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续的关注在中国大陆的航母的动作，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多。先前我们报道过，这个是辽宁号嘛，沿着日本的周边走。现在最新的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海军巨无霸福建号。这一回呢，16号被直击了，它航经了台湾海峡。目前在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甲板上是没有任何的舰载机的，但是外界也开始做解读，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长兴岛进行缺失修正吗？但是重点也不是飞机本身，而是它这个航线本身被视为是具有在军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在实战前面的一个航线模拟的演练，是这样子吗？干哥怎么解读？国防部长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他这次回去没有带舰载机，代表是什么？代表他回到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失改正。这种话不是一个没有，就说没有，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军旅生活的人讲得出来，那是幕僚告诉他的。他知道什么叫缺失修正。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福建舰是第6次部署，它还在修正的阶段状态，所以那一定是国防部联2情报参谋总部来告诉他的，对，他才会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会知道。那好，没错，福建舰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十字路口？
也就是你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代表不仅仅是钓鱼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临直接而显而易见的动员，或是危险啊，不管是任何情况，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系统完备，是不是可以达到可以担负起作战任务？这是最重要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还有2艘航空母舰，没错，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打起来的话，一定是福建舰率领。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而且它载有歼35。歼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舰是上不去的哦，包括辽宁号跟山东号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舰能够载。所以那个叫技术验证，技术验证是在福建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次没有载舰载机。那他回到长兴岛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么？那就叫正规部署，叫真的要你随时准备。正规部署的时候就是干嘛？有任何风吹草动，你就要准备你的飞机是要去打的。现在大家都是演习，现在我的歼15或歼16飞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对阵，即便真的开了火控雷达，那都是一种试探。可是你随时要准备，不是试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舰它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它越过这个阶段之后，它只有往前冲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海军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这就是对于整个地缘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福建舰这一次回去整备之后，它下次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武士已经准备好了它的装备，准备好随时可以接下战备任务。而那个战备任务一下达的话，不论成败，你就是一定要干嘛？去达成任务。所以福建舰这一次的这个返回母港，其实大家不要看啊，来来去去好像都是常态，不是常态。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战备，这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到美国，因为它最新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创下4年新高，今天我们也会来就这个议题做关心。它的非农的就业也创下了5年最惨，同时这个也是最新的数据。现在看起来破100万人的裁员潮，在今年海啸已经席卷了全美。今天我们会就美国的经济是否已经正式的失速来特别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几个最新公布的数字，是11月份美国的就业数据增加了6.4万个职缺，看起来好像还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让美国人民真正害怕的是他们的失业率。现在一年多出了70万名的失业美国的人口，那么失业率狂飙到4.6%，是这创4年以来最新高的一个记录。同时，它的非农就业人数单月更是暴减了10.5万人。数字一出之后，道琼指数立刻是重挫了200点。专家特别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就业人口暴跌的原因，包括了来自于企业得承受关税的压力，政府机构更是一度的关门停摆，还有 AI 这个取代人力对于科技业的影响是特别重大的。那么类似的就业的这个裁员潮，现在美国不断的蔓延，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我们来看到这个，同时也是最新的几个新闻几家比较知名的美国企业现在出现了大裁员潮。首先来看到亚斯兰戴，这个全球裁员规模从原本预估3000人会提高到最多7000人。FedEx 物流公司关闭了德州一处的物流中心，会裁员800多人。百事公司旗下的这个子公司也关闭了它的佛州的2座工厂，解雇人数500名员工。德州我们来看到了喜来登饭店，在2026年这个店它就会正式的歇业，那么110名的员工也会集体的被裁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如何看美国目前的经济还有它的就业状况，会不会陷入危机？
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职位的增加一直处于疲软的状态。什么叫职位的增加？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职务需求就一直没有增加，为什么？因为直接的冲击就是 AI， 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讲说 AI 泡沫化，但是 AI 同样冲击的市场，尤其是白领阶级。蓝领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但白领阶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做决策的，在有很多 paper 或纸本或者决策上面，其实老实讲一句，透过 AI 来做，会比人脑要来得快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啊，这个新增了，我们11月新增全美4.6万个工作机会耶，新增那么多，那为什么失业率还是创新高，变成失业率变成4.6%，创下4年的新高？也就是说，这增加的64000个职缺，根本没有对市场有什么帮助嘛。而且威廉斯他说会越来越明显，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裁员不是像以前啊，比如说啊，英特尔他突然说要裁员，裁员多少？裁员2000人啊，3000人，全球裁员啊，他也会一次性的这样做。为什么？跟年报财报有关系。他可能这一次砍掉的话，他对于他的年底的那个财务报表会比较好看，等等之类的。现在他说不是，现在各大企业你去看这些企业，它都是一次小规模，一次小规模，然后多次在短时间之内发生这种事情。我一次裁50个人，你不会痛啊？可是我隔了1个多月，我又裁了20个人，然后你会发现你对面那个同事不见了，没有人来替他的职务。这是很多美国的银行，尤其是银行发生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只要发现 AI 能够做的事情，就干嘛？就不需要你了。那你就要想，为什么我还坐在这边？为什么我对面的同事不见了？他也许是我的上级，他也许是我的平级，他也许是我的下属，但他不见了。对，2个礼拜以后没有人补他的位置，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原因，那叫做永久性裁员。他现在永久性裁员这种文化在美国很多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像比如刚才讲的雅诗兰黛，或者是那个阿灵顿、喜来登啊等等这些饭店，还有百事可乐，它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老实讲一句，能够用 AI 的数位化来取代的工作，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急着需要有人来顶替。当然，做最后决定的以及维持市场运作的，还是需要人类的智慧来做。可是不是那么的直接。这就是因为归根结底到最后一个原因，终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关税造成的影响。你关税造成的这样的影响之后，美国主要企业到现在还在看，那最后是怎样？最后到底会怎样？今天关税造成就是说美国的国家赚钱了，可是老百姓没有赚到钱。就是说，川普好像从各个国家拿到了很多钱啊，那问题是他不是给了企业或民间，所以说大家的不确定感就一直存在，而且到了年底都不会消散，恐怕到了圣诞节以后，或者是到了明年的新年，美国的国内才会有一番比较能够确定的感觉，因为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说关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所以对于职位的需求就没有这么高。我们还要继续看一下美国的那个疲软的情况，恐怕还要再好几个月。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目前最新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确实表现得非常疲软。那经济数据的疲软，当然也造成了美国现在内需跟它的消费，甚至对于金融市场都有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来看到，这是高盛发出的最新市警，拉下了红色警报。他认为说，在消费疲软之下，现在不只是影响到低收入户了，整个中产阶级现在的危机在美国蔓延。特别关注到是25到35岁的年轻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力暴跌，多家企业也说了，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最差，非必要的这些消费品股价也是暴跌，包括了我们关心几个比较重点的餐厅，像是墨西哥卷饼店，在美国很知名的 Chipotle 股价暴跌17%，地中海快餐连锁店 Cava 下跌股价11%，其中还有豆芽农夫市场的股价暴跌了26%。在市场这么的动荡，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特别做关注的，就是纳斯达克传出研拟它的交易时间原本是16个小时，现在要把它增加变成23小时，有人在
解读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资本市场要上演提前逃命潮吗？怎么看目前这一些包括企业，他们是在做正常的调整吗？这样子的一个裁员等等，委员怎么解读？所以我想，刚才干哥已经提到了嘛，就美国现在会面临这么严重的这个失业率上升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就像当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样，那个时候就面临了一个很大幅度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失业潮。然后现在你看到的是从工业社会要进入数字社会了，也就是 AI 逐渐的取代了这个更多的工作岗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几乎不会有缓和的迹象哦。那么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关税的因素了，就关税的因素造成了美国的物价这个通膨持续的蠢蠢欲动哦。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有消费的，或者你有亲朋好友在美国的，随便去问一问，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现在的消费已经贵到这个惊人了哦，就是让大家已经觉得几乎无法想象的地步了。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东西，还是一些我们说的物流业、美妆业、食品业、饭店业。可是如果我再把时间再往前推半年，我让各位看到的是什么呢？ Microsoft 从去年到今年已经裁了上万人了，就是 Microsoft 都裁了上万人了。你说 Microsoft 有没有 AI？ 有，它有 Open AI 啊。这理论上来说，它不应该要裁这么多人，它裁了上万人。Google 也裁了一堆人哦。然后到了 Amazon。本来今年说要裁3万人，惊呆了整个市场，大家都瞠目结舌。到目前已经裁了14000人了，所以你还不要讲说像这些美妆或饭店业几百人的失业，我们光看美国的几大高科技产业，他们一裁人都是上万人的裁，所以你说对美国来讲，它的失业率上升几乎是可以预期得到的，就完全没有令人意外的。如果这样子失业率还没有上升，我才觉得这个数据有问题了呢。那么你回过头来讲，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华尔街不断的在炒作利多消息，所以华尔街我们看到那个股市的那个数值哦，那个泡沫越来越大。当股市的泡沫大到跟实体经济脱钩的时候，那就是金融风暴要来临了。但是华尔街持续的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看到你说纳斯达克说为什么要把交易时间再拉长？因为对华尔街的人来讲，他们永远都在报喜不报忧，永远都在玩各式各样的这个资本操作的游戏。他们如果不玩这个操作游戏，他们就要卷铺盖回家了，就要换他们失业了。所以现在美国最严重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在美国的联准会决定要不要升息，决定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考虑2个东西。第一个数字，失业率，如果失业率攀高，他们就要把资金注入市场，让经济体系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第二个，这个 CPI， 如果这个物价水准往上升，他们就必须要把钱从市场上抽回来，让市场的这个资金减少，让这个物价可以下跌。所以在前一段时间美国通膨严重的时候，你就看到 Fed 快速的升息，但是他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他失业率升高，他的 CPI 也升高了，所以到底要选择哪一边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它的经济的致命伤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同时解决失业率，你也没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经济学的理论里，它就几乎是判定了，就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已经面临了重大的冲击跟危机了。而现在美国正在走上这条路。好，一边是失业率暴增，然后另外一边还有通货膨胀。那现在呢，一个美国的资产管理专家，他叫做麦克格林，他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讨论了一个问题，然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因为他就问了网友说：“你们认为说，2025年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一个家庭到底要赚多少才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没有这么的拮据呢？”特别是针对这些中产阶级，结果他给了一个答案：年收入要达到14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其实已经算非常高了，455万元，你才会感觉没有这么的拮据。这是目前中产阶级的困境吗？将军怎么看？这如果说是一个家庭年收入要到14万美元才能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我讲的请注意，我讲是一个体面，而是不是只是温饱而已大概要14万。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美国来讲，现在他们收入的中位数不是平均，是中位数，概率是8.5万，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以中位数的1.7倍
你才能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那为什么美国来讲要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要花到这么多钱？我们知道，你维持生活有2种消费，一种是必要型的消费，一种是比较这个软性的消费哈。必要型的消费大概不外几项，第一个育儿，对不对哈？第二个医疗，第3个食品，第4个是住屋房贷啊，甚至于如果说有些人如果他有学贷来讲的话，可能还有学费。那我们检讨这5项。对美国人来讲的话，这5项可以说是他们消费的5大金刚。那这个钱是没办法省下来的。对，比如说我们讲育儿，你请一个保姆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请一个保姆哈，大概就是一个保姆最多只能带4个，你不能带超过4个，超过4个就违法。那通常来讲，带2个已经很吃力了。如果没有经验来讲，带2个已经很吃力了。所以说你的保姆费你就省不下来嘛，他的收入你就一定要给他到这么多钱，你不能说大家平均哈。这第一个，育儿的费用为什么会高？第二个，这个租屋的经费，那当然更不用讲了。最近美国哈这个房贷的费用、贷款费用或者是房租的费用一直不停地升高。那食物方面也是啊。那再来我们讲医疗保险，我们讲医疗保险。这个，譬如说，我们请一个看护，老年人要请一个看护，一个看护他最多就是照顾2个人，他就是一定要花这么多时间，你不能说一个看护照顾100个人，所以像这些消费来讲，它省不下来。但是有一些消费它是可以省下来的，比如说因为基于全球化的关系或者自动化的关系譬如说电视这种电视产品电器产品或者是说这个衣服啦、鞋子、袜子啦，由于是大量的生产，所以它价格可以压低。但是这些东西呢，由于美国川普自己搞这个关税政策，反而这些成本都垫高了，再加上失业率升高，所以不管是软性的消费，或刚刚这些我刚刚讲的软性的这些消费，或硬性的商品的采购来讲，价格都攀升。所以他们认为说，一个家庭如果要维持就是食衣住行娱乐样样都面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体面需要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要到14万那么高的美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美国来讲，他们经济上所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在这边。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泰检的战争，因为已经2周了，但是重点是到现在是全面的升级，这个冲突爆发，817公里的这个火线现在完全的失控。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来特别做关注。好，先来看到是我们看到这个泰检的冲突嘛，双方在817公里的陆地的边界爆发的冲突，战火持续的延烧。本来一在旁边的这一些零星的战火，我们可以看到沿海的零星战火已经延烧到了内陆去。泰国跟柬埔寨各自祭出什么样的武器呢？泰国仍然是出动他的 F-16跟他的施救战机，攻击的地点是吴哥窟附近的。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暹粒省这个地方。柬埔寨则是出动他的火箭炮，持续的针对泰国做攻击。而且呢，根据当地柬埔寨台商做了一个采访，他们的最新采访的说法，他们说呢，泰国的军方内部已经开始放话了，非常的狠，要在100天内，他们要打到金边这个地方，所以台商非常的紧张。现在他们都已经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了，携家带眷跑到菲律宾去逃难、去避难。在这个时候，泰国继续的补枪。泰国说，国防部说要全面限制住这个边界的一个关卡，不让这一些进入的燃油运输可以进入到柬埔寨的内部去。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从军事面来帮我们做一个判断，泰军真的有可能如他们所放话的100天之内打到金边吗？泰国这一套，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有空袭 F-16，再加上他们的封锁政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将军怎么看？讲到军事你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才决定军事的行动要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战指导。那中战指导就是说，你打到什么样程度，你要结束这场战争。比如说俄乌战争来讲的话，它的政治目的，普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对。那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推敲泰国这次发动这场战争，它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政治上目的，阿努廷很明显的，他只是为了壮大他自己执政党的
巩固他执政的实力，因为他现在是少数政党嘛。那如果说是借着这场战争可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胜仗，那你想想看，在未来60天之后的这种议员选举，他所带领的这个政党来讲，一定可以获得多数的胜利，那他就可以很安稳的执政。我觉得这是阿努廷的政治目的。那接着这个目的，我们再来看军事目标来讲，他可能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觉得他军事目标只要能够获得一场胜利，他就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讲他有没有能力打到金边，我认为是有的。以泰柬双方现在军事实力，泰国来讲完全掌握了制空。那另外除了空中来讲它有这个空中战机之外，地面来讲它有各种战车，包括解放军提供给他的 VT4或者是美军的这种M60战车等等。那检方来讲，这方面反装甲武器只限于中国提供给他的反坦克导弹。可是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反坦克导弹，柬埔寨部队可以说是不堪一击了，鸟兽散，等于乌合之众，东西丢在那里，人就跑掉了。那你连这个反坦克飞弹最重要都丢掉了，那你以后你怎么去阻挡人家坦克车的这种装甲的攻势？所以我觉得以战力来讲是可以打到金边，但是我觉得以政治目的来看的话，他不会攻进金边，因为攻进金边来讲的话，他可能之后来讲就很难善了。我觉得最后一个结局这个阿努廷可能第一个达到他政治上有一场胜仗的目的，那有助于他选举的大获全胜。第二个来讲，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卖给2个国家面子，一个叫做川普我接受你的调停，我给你看；第二个是中国那你多一些观光客进来，那他等于就是3赢了嘛。他干嘛要打到金边？那你知道进入一个城市作战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打进金边，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刚刚他特别看到的是泰国就在他这一次针对柬埔寨的攻击，有他政治跟军事上面的目的之外，我们要特别今天也会来聊的是不是也有打诈要帮助打诈，所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有关系。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看到说，确实目前呢，川普做了很多次的调停都没有成功。那大家也在看说，到底为什么你泰国还是要持续的把军队压进去进攻柬埔寨？而且呢，重点是他们开始在里面被发现大规模的清剿里面的电诈园区。画面上导播，我们来 take 几个电诈园区都被拿下来，包括这个当中有号称东南亚最大的赌城、最大的电诈窝据点，还有一个是电诈中心的集散地等等。而且呢，在这些电诈园区里面还被发现藏有大量的无人机跟火箭炮，看起来泰国是想要把这些武器也都摧毁。在清剿行动当中也被发现，泰国联合出动了他们的海空军，把这一些所谓的这个诈骗园区也80%的建筑物都夷为平地了。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趁机打诈？那么也是另一方面提振泰国自己的观光。干哥怎么看？其实老实讲一句泰国从上次那个韩国学生死在那个边界的事件里面泰国就受到很大的非议坦白讲一句，这对于他们的观光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次泰国总理那个阿努廷他的态势这么明显，说不用找任何人来调停。第一次听到，他们竟然总理敢这样讲，说不用找人家来调停，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啦。其实我讲一句实在话，刚才将军也讲了，泰国要教训柬埔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柬埔寨从赤柬政权到现在没有，就是他60年过去了，完全没有进步。他在军力跟那个政治上面完全没有进步，他只有在容许诈骗集团的做大中有很大的进步。这个责任都一定要归咎于洪森父子。洪森父子在这么多年来的执政的状况之中，人民没有富起来，但是他们家族是非常富有，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我在讲这件事情的同时，他们跟这个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始终扑朔迷离。那为什么？因为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赌场，还有这些诈骗集团的窝点，这些都是谁？就是我们现在最有名的诚致集团。诚致集团在我们台湾出了大名，然后在美国也出了名。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被查扣了150亿的比特币等等，还有狗狗币等等，价值150亿的这个虚拟货币被川普政府给扣下来了，然后马上训令我们台北
台北马上就抓，一抓才发现啊，我们这个周杰伦大歌星跟他住在一起的，总共有11户人家就是这个诈骗集团买下来的房子，同一栋大楼里面，所以大家会想说，周杰伦大家都知道，可是陈志竟然在他的大楼买了11户，要当周杰伦的邻居。现在我讲的这个不是笑话，而是我们台湾的老百姓们都会觉得说，那陈志究竟是谁？你为什么会容留这个人可以这样子在海外各地，英国、台湾啊，到处新加坡都自产，他在柬埔寨甚至得到了什么勋爵的位置，所以洪森父子你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人因为你们的庇护，现在还在柬埔寨境内。然后他们也不理美国，美国当然希望引渡啊，对不对？台湾更希望能够引渡啊。所以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菩萨省园区、奥多棉吉省园区，这些的规模都大到比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 KK 园区，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妙瓦底的，对不对？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是这个，错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奴役这些可怜的这些被害人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坦白讲一句，那是暗无天日的。后面的操盘手是谁？台湾人，跟不孝的中国人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泰国军方他这次跟铁了心的，就是我要打过去？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泰国的观光，大家要知道啊，从普美蓬国王时代开始到现在，泰国的观光就一直受到青睐。你今天如果说因为诈骗的这种事情而造成的泰国观光，不要说西方人不来，连中国人都不敢来的话，对于泰国的本身的观光产业是非常严重的。柬埔寨也一样，柬埔寨到今年才恢复到疫情之前，今年总算有670万人进去看吴哥窟了。坦白讲一句，远远少于他以前的高峰，都是上千万人，每年上千万人去吴哥窟。泰国的 F-16这次就在吴哥窟附近暹粒省丢了几颗炸弹。我告诉你，虽然车程距离吴哥窟还有2个钟头，但是我在那边丢炸弹，你就知道我下次真的会丢到那边去。因为晓得说泰国这次决心是很坚强的，也就是他准备要彻底打击诈骗集团犯罪。对，那泰国继续打下去的话，现在看起来这个泰柬冲突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嘛，因为川普调停也没有用。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一次爆发冲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太多表态的。那其实也有媒体特别做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分析，就是中国大陆的立场的分析。这个是来自于网易的专栏《北向财经》，他也特别点出了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大陆其实本来也想要打诈，联合中泰缅一起打诈，那他们确实已经抓到妙瓦底里面上千名的电诈分子。那对于中国大陆不利的事情，就是说大陆在这边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不管是中泰铁路，不管是这个德崇福南运河，或者是西哈努克港等等，你这个打下去，战火一拖，当然会充满变数。那接下来北京到底会怎么做？那委员又怎么看？对这一次的这个泰柬的冲突哦，其实大家当然都知道，在台面上是因为这个博威下寺的这个主权哦，包含它周边土地的主权问题。那么静音呢，这个在台面上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泰国的士兵这个触及了柬埔寨所布的这个地雷，造成了伤亡哦。但是就如同刚才将军所提到的哦，就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吗？因为其实你说博威下寺的这个主权跟它周边土地的主权的争议，从1962年国际法庭判定之后到现在，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哦，要冲突早就冲突了哦。那么你说踩到地雷，柬埔寨方面也出来讲啦，他说这个地雷不是我们设的啊，这个以前就有了，跟我们无关啊，这不是新设的地雷啊。可是泰国完全没有买单，甚至连川普想要介入的时候，泰国不但不买单不领情，反而还回过头来批评了川普。所以呢，外界就在看这一次的泰柬冲突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泰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刚才将军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嘛。就第一个，他内部的政权问题，就是泰国在上一次洪森出卖了这个佩通坦的这个谈话内容之后，泰国等于是失掉了一次面子哦。所以对泰国来说，他要把这个面子讨回来。
第二，对执政党来讲，他需要一场胜利，他需要赢得他的这个选举。那么你说，当然对于打诈，这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我觉得北京政府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哦，就是第一，他必须先确定泰国的目的是什么。那达到了目的没有？没有达到目的，他介入就好像川普，他认为他打通电话就可以把事情摆平了，结果一点都没有摆平。泰国不领情不买单，反而回过头来骂了川普一顿。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在外交的操作上哦，你要操作在一个很精准的点，就当这场战争已经打到看起来也没什么必要再打了的时候，你介入调停，那这场战争就可以平息下来。可是如果泰国的目的还没达到，你在这个时候去打了个电话，不要说打1通了，你打100通都没有用。因为泰国有他自己的盘算，对，那你更不要讲说这是主权争议哦。各位仔细注意一下，其实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主权争议的，因为他认为主权争议就是你们这个双方彼此之间的问题哦，所以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为什么？因为他一旦介入了，那钓鱼台事件的主权争议，其他国家要不要介入？那台湾这个主权争议，其他国家要不要介入？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的考量当然相当全面哦。你说最后有没有可能介入？我相信为了这个周边的区域的安宁哦，以及北京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说，那么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那至于什么时间介入，要用什么方法介入，公开介入还是私下介入，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操作了。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这个太空方面，难道现在也是擦枪走火了吗？这次亲自点火的人是马斯克。我们来看到的是 SpaceX 旗下他的星链工程的副总裁，在这个此刻突然间出来指控中国大陆。在12月9号这天，他说呢，大陆啊，你发射了这种民用的卫星，而且你在发射之前没有跟我们的卫星做协调，所以导致呢，你们的民用卫星极为靠近美国方面的这个星链卫星系统，最近距离他形容甚至只有200公尺，他认为这个叫做死亡距离，随时可能变成碎片的一个死亡距离。那这一次 SpaceX 特别点名到的大陆的公司，其实就是这一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科宇航这间公司哦。那它是由利剑1号火箭呢，当时它一次是发射了大概有送上了9颗的卫星，其中特别关注到这1枚的卫星跟星链卫星当时是擦肩而过的，在560公里的轨道高度跟星链卫星擦肩而过。好，这是来自于美方对中国大陆的指控。当然了，大陆听到这样的指控之后，他也回呛了回去。对于美方，他说呢，你过去还不是一样，星链曾经多次的接近大陆的空间站，那么对我们的航天员的生命也构成了威胁。他还认为说，美国还是应该是你在碰瓷才对吧？针对这一起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委员怎么看？对，很显然的，这个 SpaceX 哦，包含 Elon Musk，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刻意的大做文章了哦。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太空虽然很大，但是也没大到可以摆这么多东西在里头。现在我们的太空其实已经很拥挤了，就大家以为现在太空最多的是卫星吗？不是，太空现在最多的是太空垃圾、太空碎片，最多哦，数量远远超过卫星。那你回过头来看，太空已经相当拥挤的情况之下 ，SpaceX 它当时的计划是什么？它计划要射上去12000颗卫星，做它的星链计划。然后从12000颗，最后要拓展到42000颗。现在已经射上去大概将近7、8千颗了。所以太空不是马斯克开的，好吗？就是说不是说你射上去的时候，太空都是你的了哦。那么别人要射上去的时候，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之下，当然难免会发生这种状况。就像中国大陆说的，先前他那么靠近天宫太空站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没有跳起来这个批判他，他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大惊小怪。更何况中科宇航后来有发表过说明，他说他们发射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看过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把它射上去哦，就是大概他们叫做有个窗口哦，就你射上去的一个窗口，那么你才能够让你的卫星射上去。那么
这个 Elon Musk 或者是 SpaceX 现在抱怨的是这个卫星已经射上去了，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干中科宇航的事情。如果说那个它那个火箭经过了你的这个星链，你还说得通，人家已经把火箭射上去，把那个卫星都已经布在这个轨道上了。那在卫星的运动过程当中，跟你就算接近一点，那又怎样呢？我说过太空很挤就是说凭什么你这个星链就可以摆在那里先占地为王，人家就不能经过你旁边？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星链的这个卫星的设计其实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操作模式因为它的这个轨道会逐渐的越来越接近地球，所以呢它3不5时呢它就要调整。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星链的卫星射上去之后，它在那个轨道上就这样乖乖的转，不是它3不5时它要动态的调整一下。所以在你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人家的卫星怎么知道你这颗卫星要不要调整呢？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说，未来这种情况在太空当中一定还有很多。星链现在不过8000颗，它就已经在这边跳脚了。等你真的射上42000颗的时候，又不是只有你会射，别人也会射啊。那整个太空都是卫星、太空垃圾、太空碎片的时候，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都很难讲了。好，确实在这一场冲突发生、意外冲突发生的之际，我们来看到，所以中科宇航这一间企业现在也被大家拿来做讨论，特别是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非常重视的一间企业。它是谁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它其实成立在2018年，第2大股东就是中国大陆科学院。那它当时呢，也为中国打造了第一个商业用途的一个发射台。这一次它特别有一个厉害的技术，就是被点名的是它的利剑1号，今年完成了1箭7星的任务。导播来带我们看一下它具体有哪一些硬实力。好。画面上一点一点的，这非常多，因为比较复杂一点，我把它列出来，包括了多星堆叠适配器等等。好，重点来了，它的这个性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来看到第一个，每公斤发射成本可以压到$10,000以下；第二个是未来单次的发射也可以达到了50颗的卫星。1箭7星，我们要来看它背后到底克服了哪一些的技术难关。刚刚说了嘛，未来单次发射可以高达50颗的卫星，这样可以改变整个商用市场，重新改写嘛？将军怎么看？未来当然所谓低空轨道的经济是现在各国有太空能力的人都在争取，因为在太空中的卫星它可以做很多工作，除了军事上的任务之外是在商业上面来讲，譬如说气象通讯卫星或者是通讯类的，或者是网络类，甚至于科研方面有很多项。所以这是中国发射上去的卫星里面9颗里面有6颗是中国自己的卫星，另外有3颗是别的国家委托它来发射的。包括我们台湾有时候也会委托别的太空公司来帮我们发射卫星，譬如说我们的福卫这个太空卫星也是委托别的国家来发射嘛所以未来太空之中卫星确实是很庞大一笔商机，但是这卫星发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说一支火箭来讲，一次上去只能发射1颗，那你去看以马斯克现在来讲，他已经上去了大概所谓3400颗卫星这个2025年甚至已经到13000颗那么多，那你是不是要发射13000枚火箭才可以达到这种数量？当然，如果说是一次可以上去10颗来讲的话，当然就可以发射1300次，就可以达到这个部署这么多的卫星。那中国来讲，它当然要设法我降低我的成本。既然是商业的行为，我当然要考量到我的成本要多少，我当然要考量我的成本能够降低。所以这些卫星发射你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个卫星发射以后，它到达低空，因为你越高，你要用的火箭的燃料会越多，所以它大概到太空以后它就这支火箭就回来了，然后里面这些卫星自己就会升到它自己所望的高度去。它用什么方式？用电的力量将它升到它所望的轨道那个位置所以这颗火箭它已经回来48小时了。那你到底说你美国的卫星在经过是谁的错？那一定是美国的错嘛，这毋庸置疑的。那为了降低成本，当然大家就各自想办法。美国的猎鹰9号，它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回收这火箭发射上去以后，我回收回来，我下次还可以再发射再用那中国用了什么？就是这个是不是用比较大型的火箭？中国现在也在研究了，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火箭可以回收，但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实验好像失败了，没有成功。可是以后来讲继续努力，所以一次
发射可以带越多卫星，当然我成本越低。那我想中国你要发射越多，当然你的火箭体积要更大，载重要更重。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马斯克的猎鹰9号，它越做越大，然后发射数量越多，而且能够降低成本。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发生这种意外，你必须，我认为责任在猎鹰公司了，因为人家已经上去48个小时，你在经过，那么多的卫星，以后怎么避免碰撞呢？地面上面避免碰撞就用红绿灯嘛，对不对？车子互相装红绿灯。那太空之中飞机互相避免碰撞，发生碰撞危机之后怎么用航管哦？那当然以后太空之中这些卫星是不是也要有类似这种机制？我觉得必然会要做到的。各个国家在太空的卫星，你要升轨或降轨哈，然后一定要有一个管制的措施，不然的话，万一发生碰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撞到太空站，当然会对太空人造成生命的危害。那撞到卫星来讲的话，也对整个成本消耗会很大。所以是不是要研究将来有一个太空的航管的一个机制在运行？好，我们现在看到目前这个是在中科宇航他们的目标哦，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要降低它的卫星发射的成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现在另外还宣布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要投入在太空旅游上面，而且还要把这个太空旅游，第二个要让它完全的商用化。它计划2028年就可以正式载人太空边缘的旅游，那2027年哦，2年后它预估就可以立刻展示首次的飞行规格，它更是列出来说。它要类似 SpaceX， 我们也看到它的规格哦。请导播帮我们看到 CG 列出来。他也说呢，每一次7名乘客飞行10分钟，穿越100公里卡门线，体验3分钟，价格门票是200到300万元人民币。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这个是大胆的计划，中科宇航。但是我跟你讲，它跟马斯克不一样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国家的股份在里面，所以我认为他说明年开始要太空飞机要升空，然后后年。开始载人了，为什么？针对富豪卖票了。我告诉各位，这个它的前驱叫做维珍航空，大家知道吗？维珍航空的太空飞机，它是因为是英国富豪布兰森，他在10几年前就已经，他现在已经卖了800张票了。他一张票是大概25万美金，后来比较贵，变50万美金了。那他现在中科宇航是准备明年就开始卖票了，也吸引。太空富豪来，那太空富豪你知道他们上去干什么吗？这一趟飞行只有10分钟，让你体验经过卡门线。卡门线在哪里？离地100公里叫卡门线。你越过卡门线之后，你就有3分钟你就失重了。